他们走了，你快出来！你干什么？放开我！我被下了药，如果不这样我会死的，对不起。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拿着你的脏钱，现在就滚！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不过是装腔作势。你竟然是第一次。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昨晚我被下了药，既然事已至此，我会对你负责。不用你负责。我说过我会负责，你要是赶我走，我就站在院子里告诉全村人昨晚发生的事。你无赖，你怎么能拿这种事要挟我？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直到你愿意接受我为止。我守了40多年的清白，一夜之间居然出了这种丑事，现在执意不肯离开，硬闹出去遭殃的只有我和我卧床的老父亲。我爸身体不好，经不起刺激，你千万别在他面前出现，要是被他撞见，我就算拼了命也要把你撵出家门。爸，吃饭了，今天有肉，您多吃点儿。婉婉，你也吃啊，别总给我一个人吃。放心吧，爸，我在厨房吃过了，您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在荣城，那些围着我转的女人张口闭口就是名牌和跑车，为了利益尔虞我诈。可她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却把最好的都给父亲，自己只喝米汤。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干净纯粹的女人？灶底还剩点米汤，不嫌弃乡下粗茶淡饭的话，就过来喝点垫肚子。不嫌弃。苏婉，你看，水缸我已经挑满了，柴火我也正在劈，以后这种重活你都交给我。有这样一个男人在家里帮衬着，好像也挺好的。爹，您怎么出来了？不是您想的那样。婉婉啊，是爹对不起你，是这个家拖累了你呀。当年你哥嫂走得早，你为了照顾你侄子，为了照顾我这个瘫痪的老骨头，耽误了青春，终生未嫁。小伙子，谢谢你，我们家婉婉这辈子太苦了，你要是真心对她好，我这个做父亲的也能安心走了。爹，您胡说什么？爸，您放心，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让苏婉受一点委屈，我会一辈子对她好。往后我来给您养老送终。好好好。陆总，总算找到您了。陆总管，可算找到您了。总管。婉婉，对不起，我骗了你。我不是普通的打工仔，我其实是荣城陆家的管家。家里出了急事，我必须回去一趟。管家，你给我1个月时间，1个月后我一定风风光光回来娶你。到时候我带你和爸去荣城最好的医院治病，再也不让你们过苦日子。好孩子，我相信你，婉婉就交给你了，你可不能辜负她。放心吧，爸。霍总那边查的怎么样了？已经掌握了他和唐叔勾结的全部证据，随时可以交给检察院。很好，立刻安排。另外，给双桥县李天侯的工厂下1000万的大订单，所有业务必须由苏浩全权对接。陆总，您这是要提携苏小姐那个不争气的侄子？苏婉太重情义，既然他把侄子当亲儿子疼，那我就给他个光宗耀祖的机会，让他以后在岳家抬得起头，少让苏婉操心。还有，预约荣城最好的骨科和康复科专家，1个月后我要接我岳父过去治病。是，我马上安排。今天就是他答应来娶我的日子，他该不会反悔了吧？
你爹这情况太严重了，必须立刻转市医院做手术。要是耽误了，轻则彻底瘫痪，重则连命都没了。你得赶紧凑钱，至少要10万块。10万，这10万块是我省吃俭用攒了整整8年的积蓄，是留给爹的救命钱。爹，我一定要救你！姑娘，快帮我把卡里的钱全取出来，我爹等着钱做手术救命。您这卡里的10万零3000块，昨天下午已经被全部取走了。什么？不可能！卡印在我这里，谁能取走？大姐，系统显示是柜台取款，取款人签名是苏浩，而且他拿的是你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苏浩，居然是苏浩！3天前，他以帮我买东西为由，拿走了我的身份证。没想到，我一手拉扯大的亲侄子，竟然偷了我的钱。站住！哪儿来的要饭的？赶紧滚！这是李老板的工厂，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是苏浩的姑姑苏婉，我找他有急事儿，麻烦您帮我叫一下他。苏主管哪有你这样的穷亲戚？别在这儿胡说八道，赶紧走！再不走，别怪我们动手了。苏浩，你出来！我是姑姑。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没事别来找我吗？你看你穿的这是什么啊？让我同事看到多丢人啊！浩浩，你是不是把我卡里的10万块取走了？你爷爷他摔断了腿，颅内出血，等着这钱做手术呢。你赶紧还给我！是啊，我取了。我是苏家唯一的男丁，你的钱将来不都是我的？我提前拿点怎么了？浩浩，你爷爷现在等着救命呢，你先把钱还给我吧。钱早就花完了，我给曼妮买了个限量款的爱马仕包，还有一条项链，正好10万，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你说什么？你把你爷爷的救命钱拿去给你老婆买包了？什么爷爷？我早就入赘李家了，我现在是李家的人，你们苏家的事跟我没关系，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苏浩，你在干什么？大白天背着我，竟敢偷偷接济这个穷老太婆，胆子不小啊！竟敢背着我偷偷给这个老东西钱。老婆，我真没有啊，是他自己找上门来讹钱的，我1分钱都没给他。曼妮，你来了正好，你爷爷他从床上摔下来，现在还躺在卫室里等着手术费呢。你帮我劝劝浩浩，他拿走的那10万块是我攒了8年留给我爸的救命钱。谁认他是我爷爷？那是苏浩的爷爷，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再说了，他瘫在床上动弹不得，活着也是个拖累。你怎么能这么说？还有，那10万块是我一分一分攒下来的，不是你们的。呸！什么你告？别再来缠着我们家苏浩，我们李家的钱1分都不会给你这个扫把星。曼妮，我求求你了，我爸真的快不行了，哪怕那10万算我借的都行，我可以给你打欠条，以后我给你们当牛做马都行。哎呀，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想拿钱也简单，你就当着这些人的面大声说3遍我苏婉不要脸，我死皮赖脸纠缠苏浩，我是来讹钱的，再给我鞠3躬道歉，我就考虑给你1000块。这苏婉不是苏浩他姑姑吗？怎么闹成这样？谁知道呢？听说他天天来要钱，李家媳妇都烦了。你就按曼妮说的做吧，1000块够你买好几瓶药了，道个歉又不会少块肉。我好歹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能让我？况且那本来就是我的钱。不愿意就算了，今天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这就是我含辛茹苦养大的亲侄子，现在却让我当众受辱，但为了爹，脸算什么？我苏婉不要脸！大声点，没吃饭吗？我死皮赖脸纠缠苏浩，我是来讹钱的，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来了。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我的钱呢？我逗你玩呢，你还真信啊？一个半截入土的老东西也配让我花1分钱？哎，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我亲眼看见一个穿西装的陌生男人在他家进进出出住了快1个月呢。对，我也见过，那男的看着挺体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难怪他最近神神秘秘的，天天往家跑。我看啊，那男的肯定是骗他钱的小白脸，不然他怎么会这么急着要钱？太不要脸了！为了养野男人，连自己亲爹的救命钱都偷出来给男人花，真是白养他这么大。不是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没有养男人，那钱真的是我爸的救命钱。曼妮，苏浩，天大的好消息！荣城最顶级的千亿财阀陆氏集团刚刚亲自打来电话，要和我们签800万的大订单。妈，这是真的吗？而且陆氏集团指定了所有业务都由苏浩全权对接，我们李家要发达了。你们都发大财了，那把我的10万块钱还给我行不行？你的钱？我看你是急着拿钱去养外面那个野男人吧？40多岁了不嫁人，还偷偷在家藏男人，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现在要不是那个野男人跑了，
你能想起我们家苏浩？晦气东西！我们家马上就要和陆总合作，飞黄腾达了！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货，在家养野男人还不够，居然跑到我们工厂门口来哭丧，是不是故意咒我们生意黄了？大家都听好了，这个苏婉就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40多岁了不嫁人，在家偷偷养野男人，现在把亲爹的救命钱都偷去给男人花了，没钱了就跑到我们家来讹诈。以后谁再敢跟他来往，就是跟我们李家作对。我们李家的工厂永远不会录用这种人。他也太恶毒了，难怪苏浩不认他，换谁谁也不认啊！我不是你们说的这种人。大家都听见了吧？我早就和这个女人断绝关系了，她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后她再来闹，直接打出去。苏浩，这个苏婉就是个定时炸弹。他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要是传到陆总耳朵里，影响了那800万的合作，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老婆放心，我一会儿就把他赶得远远的。督察，您怎么亲自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老李啊，恭喜恭喜啊！陆氏集团不仅指明跟你们合作800万的大单子，我这刚接到确切消息，那位千亿首富陆总今天还要亲自带着接亲车队开进我们双桥县，迎娶住在我们这儿的总裁夫人。迎娶总裁夫人，在咱们县可不是嘛？我这趟是特地过来吩咐你们的，一会儿首富的车队要经过这儿，你们可得把大门口给我收拾干净了，千万不要丢了我们双桥县的脸。行了，我还有急事先走了。哎，好，督察走好。首富娶亲居然也是今天。程渊走的时候明明说也是今天回来娶我的。程渊，你会食言吗？大家都听见了吧？陆总马上就要来了，还要娶咱们村的姑娘当总裁夫人。要是让陆总看到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在这撒泼，败坏咱们青山村的名声，他会怎么看咱们村？就是啊，要是陆总觉得咱们青山村的女人都不守妇道，不仅会取消合作，说不定连总裁夫人都不娶了。到时候咱们全村人的脸都被他丢尽了。以后别的村的人都会说，青山村的女人都是浪荡的贱货，咱们村的姑娘以后还怎么嫁人？小伙子还怎么娶媳妇儿？是啊，这可不行。要是坏了咱们村的名声，以后谁还愿意跟咱们村结亲啊？都怪这个女人，自己不要脸，还要连累全村人。不能让她在这儿待着，把她绑起来藏好，等陆总走了再放她出来。给我把她绑起来，让她知道败坏村里名声的下场。等陆总走了，再把她赶出青山村。你们放开我！我没有败坏村里的名声，他也不是我养的男人。他说了今天会来娶我的。你就别嘴硬了，最后吃苦的只会是你。等等，他刚才说那个野男人也是今天来娶她，难道他背后的那个野男人？苏婉，你该不会想说今天开着千万豪车要来娶你的那个野男人就是荣城首富陆总吧？他不是野男人，他说过今天会来娶我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陆总娶的肯定是咱们村最漂亮最年轻的姑娘，怎么可能是你这个老姑娘？你不是盼着你的野男人来吗？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在陆总面前露面。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女人败坏村里的名声，要是坏了大家的富贵，谁也担待不起。把她给我绑起来，严加教训，堵住她的嘴，别让她出门乱说话。我让你嘴硬，我让你做白日梦，我让你讹我们家的钱。苏浩，你个畜生！我一口饭一口饭把你拉扯大，供你读书，现在你偷了你爷爷的救命钱，还要这样对我，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闭嘴！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程渊，你到底在哪儿？婉婉，我说到做到，我来娶你了。婉婉，苏叔，你是找苏婉吧？她一大早就去李家工厂借钱了，说是她爸摔断了腿，等着做手术。韩特助，你们在这里等我，把婉婉接回来，我直接去李家工厂。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娶婉婉做我的陆太太，顺便把2家工厂合作提示苏浩的事情一起宣布了。是，那苏浩要是看到这泼天富贵是亲大姑带来的，非得高兴的不得了。程渊，你真的食言了吗？来了，陆总来了，快都站好，别给陆总留下坏印象。快把他拖到后面的杂物间锁起来，别让陆总看见他。是程渊来了，程渊救我！婉婉，我！放开我！老实点，再乱动打断你的腿。这下看他还怎么闹，等陆总走了再放他出来。程
程渊，你真的来娶我了，你果然没有骗我。您就是荣城最顶级的千亿首富，陆氏集团的总裁陆总吗？我是陆程渊。天哪，这就是荣城首富陆程渊，比电视上还帅。也不知道陆总的夫人到底是谁，命也太好了。陆总，您可算来了，我们全家都盼着您呢。陆总，您一路辛苦了，我们把工厂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了，就等您视察。我的夫人怎么不在？总裁夫人，我们这些乡下大老粗真不知道总裁夫人是谁，正等着您亲自揭晓呢。对，我们还在猜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呢，肯定是天仙一样的人物。这群人估计到现在还不知道，苏浩的亲姑姑苏婉就是我陆程渊要风风光光娶过门的千亿总裁夫人。婉婉应该是还没到，等她到了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没事儿，那我就等一等她。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先把这800万的投资合同签了，正好喜上加喜。不对啊，这陆总怎么看着这么眼熟？这跟苏婉家那个住了1个月天天挑水劈柴的小白脸一模一样啊！闭嘴！再在这胡说八道，重断贵客，老子当场废了你！小白脸，苏婉家，刚才那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这血是怎么回事？陆总，您别误会，这是厂里2条得了狂犬病的疯狗打架留下的，刚刚已经被乱棍打跑了，绝对没有脏了陆总的眼。对，那疯狗可凶了，差点咬到人。为什么一到这儿，我的心跳就快得不正常？疯狗的血气，可这血为什么让我感觉这么不安？你吃饱了撑的，在这里乱放什么狗屁？你刚说谁是小白脸？那可是荣城身价1000亿的首富陆总，他会看上苏婉那个不守妇道的穷酸老女人？我绝对没有看错，那陆总就是天天在苏婉家劈柴挑水的小白脸。上个月我天天路过苏婉家菜地，天天看到他穿着破衣服在院子里挑水，他化成灰我也认得。妈，你怎么了？如果陆总就是那个小白脸，那被我们羞辱过、正关在仓库里的苏婉，竟然就是千亿总裁夫人。那里是什么声音？完了，全完了！他就是那个小白脸，仓库里关着的苏婉真的是总裁夫人。天库，大祸临头了！刚才那个工人说，陆总就是苏婉在家里养着天天劈柴挑水的小白脸，那关在里面的就是总裁夫人呢。我们羞辱了总裁夫人，还把她关在仓库里，这要是被陆总知道了，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两位在聊什么呢？我刚刚听到你们仓库里面有动静，这是怎么回事？陆总请留步。刚才村口那边放哨的保安传来消息，说筹见一位穿白裙子的尊贵女士往咱们工厂这边过来了，那肯定就是总裁夫人啊！要不咱们全体现在去村口敲锣打鼓迎迎夫人？看来婉婉是等我等着急了，特意去村口等我。那我们快去吧。程渊，别信他们的，我在这里。那仓库里到底有什么？里面发出的到底是什么声音？是风啊，陆总！今儿这天刮大风，肯定是风吹倒了仓库里的破桶。那仓库年久失修，到处都是破烂，风一吹就叮当作响。陆总，咱们现在还是赶紧去村口接夫人要紧啊！走吧，去村口。程渊，我在这儿！程渊，我在这儿！还敢往外窜！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跑出去！哎呀，陆总，我们赶紧出发吧，别让总裁夫人久等了。你留在这里，如果我夫人先来了这里，你记得好好接待。陆总，怎么样？接到总裁夫人了吗？村口空无一人，压根儿没有穿白裙的女子。哎呀，那肯定是保安看错了，说不定总裁夫人走了别的路。从刚才开始，你们就一直拦我进仓库，还拿我夫人在村口的假话糊弄我。我要进去看看这仓库里到底有什么猫腻。陆总使不得，里面又脏又乱，还有老鼠、蟑螂，别脏了您的衣服。让开！陆总，里面什么都没有，真的。你们继续拦，我就立马取消对你们的投资。怎么会有一股血腥味儿？陆总，快出去！这农药有毒，别熏着您了。这仓库我必须进去，你们一再阻拦，我便非要进去把那个竹筐掀开看看。此事事关本次投资考察，谁再阻拦，就是心里有鬼。对不起，陆总，脚下一不留神踩滑了，都怪我走路不长眼睛。陆总，您快擦擦，穿着湿衣服容易感冒。办公室里有新的西装，您快去换吧。等您换完衣服再来查看也不迟啊。
是啊，陆总，您先去办公室换身干净的衣服，不然着凉了就不好了。是故意的，先是谎称我的夫人，在村口骗我白跑一趟，再故意打翻农药逼我离场，现在又故意泼水弄脏我的衣服，想方设法拖延。陆总，苏浩这孩子年纪小，毛手毛脚的，难免出错。陆总别跟小贝置气，要不咱们……完了，这次真完了。陆总，那边又脏又乱，全是废弃破烂，真不值得您费心过去。我们句句属实，您非要进去沾一身灰，我们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要不您先消消气，过段时间我们收拾干净，随便您搜查。对，让我们先收拾干净吧。接连撒谎阻挠，里面一定有猫腻，全都给我滚开！陆总，您不能过去啊！野猫，只是野猫。陆总，您刚才听到的动静，原来是仓库里的野猫。仓库常年漏风，常有流浪猫狗钻进去藏身。我就说呢，难怪时不时这里面就有响动，原来是这野猫折腾。原来是小动物闹出的动静，看来是我太多心了。您看，真相摆在眼前，是您多虑了，咱们还是安心等候总裁夫人到场吧。我真是疯了，居然会以为婉婉在里面。程渊，婉婉，是我是程渊啊，我来晚了。婉婉，别怕，告诉我是谁把你打成这样，还把你关在这里的？哎呀，陆总，原来浩浩的姑姑就是你的总裁夫人呀！只是总裁夫人怎么会在我们李家的仓库里啊？大姑，你快说话呀！陆总问你话，你可得老老实实回答。你快告诉陆总，你怎么会在这里？是不是自己不小心跑进来了？别胡说八道，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婉婉，不要怕，有我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威胁你。你把实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我给你撑腰。是苏浩和李蛮妮。苏浩偷走了我爸的救命钱，他不仅不给，还说我是来讹钱的。他们还把我活活打成这样。因为你来了，他们又以影响村子的理由，把我给关进了仓库。陆总，您别听他倒打一耙呀！我怎么可能打他？明明是他自己为了钱，大白天闯进我们工厂仓库里偷东西，被我们发现了还动手打人。我们是正当防卫才把你绑起来的。对啊，陆总，我们也是出于无奈啊。他偷东西在先，我们李家工厂开门做生意，总不能任由一个老贼进来偷东西吧？这真的都是他咎由自取啊！就是，陆总，您可别被他骗了。他平时在村里手脚就不干净，经常偷鸡摸狗的。今天被抓了现行，还反咬一口。姑姑，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我真的没有打你。你们是觉得我不信我夫人的，反而相信你们的鬼话？真当我陆程渊是傻子吗？而且我陆程轩的女人，我还不了解吗？她是我见过最纯粹、最干净的女人。她宁愿自己喝米汤，也要给她父亲吃肉。你们告诉我，这样的人他会偷东西？我岳父躺在卫生室等着救命钱，你们不仅不帮忙，还把上门要钱的苏婉打成这样，关在仓库里等死。你们李家真是好得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何苏婉在村里住了大半个月，天天穿着破衣烂色劈柴挑水的小白脸，怎么一眨眼就成了执掌全荣城生死的千亿首富陆总？苏婉这个穷酸老女人，凭什么能当上总裁夫人？不对，这不对劲儿。如果她真的是首富陆总，上个月怎么会心甘情愿待在那个破院子里吃糠咽菜？哪个大老板出门不带保镖，还天天自己跑去挑水？假的！你们别被他吓到了，他根本不是什么陆总。真正的首富是什么身份？那出门都是前呼后拥、身家千亿的大人物，怎么可能会看上苏婉这个老女人？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真正的总裁怎么可能一个人来这里还不带保镖？看来他根本就是假冒的。对，他就是我姑姑找来的骗子，想合伙骗我们家的800万投资。刚才那个人肯定是他们的托，故意说他长得像那个小白脸，就是为了演一场戏给我们看。原来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苏婉，你这个贱货，居然联合外人来骗我们家的钱，你还要不要脸？首富娶农村妇女，这差距也太大了吧？现实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而且他刚才确实只有一个人，连个保镖都没有，说不定真的是骗子。唉，苏婉这女人平时装得挺老实，没想到心思这么歹毒，居然找了个骗子过来讹自己的亲侄子，
真是为了钱不知廉耻。不是的，他是不是首富我不清楚，但我真的没有故意雇人来骗你们钱。还在嘴硬，他要是陆总，我就是陆总夫人。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啊！拿不出证据，你们两个就是骗子。证据，我有的是。不过我倒想看看，你们今天能闹到什么地步。大家一起上，把这2个骗子抓起来，送到派出所去，不能让他们骗了我们的钱。怎么回事啊？我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陆总怎么还没到？陆总到底什么时候到？不是说好了今天签投资合同的吗？您来的正好，这个人说他就是陆总，但其实他是苏婉找来的骗子，想骗我们家的800万投资，但现在已经被我们识破了。说的有道理，上次陆总来县里考察，是我亲自接待的，他身边跟着好几个保镖，排场大得很，不是这个样子啊！蠢货，上次我忙着帮婉婉挑水，没空见你，你见的不过是一个副总罢了。您说的对，他就是个骗子，我们差点就被他骗了，幸好我们发现的早。抓骗子！大家伙给我把这2个招摇撞骗的狗男女抓起来！不要逞冤，你们放开他，他不是骗子。我有证据证明我的身份，我西装的内侧口袋里有名片和陆氏的黑卡，你们大可以检查。哼，还在嘴硬，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是什么破名片破卡，几块钱就能做一沓，这肯定是假的。这是真的陆氏黑卡，全球只有10张，我上次在陆总的特助那里见过一模一样的。我知道了，他肯定是绑架了陆总，抢了陆总的名片和黑卡，不然真正的陆总怎么会还没到？对，他就是绑匪，我们赶紧把他抓起来交给警察，不然陆总就危险了。抓绑匪！抓绑匪！抓绑匪！督察，你说句话呀！他肯定是绑匪，不然怎么会有陆总的黑卡？您快下令把他抓起来，晚了陆总就没命了。是啊，督察，我们这是在救陆总啊！要是陆总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县里的投资就泡汤了。你说你真的是陆总，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绑匪？你给韩特助打电话，你既然接待过考察，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会告诉你我是谁。打就打，正好让韩特助来把你这个假冒的绑匪抓起来，等韩特助来了你就完蛋了。王督察您好，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们陆总早就到李家工厂了，您还没见到他吗？韩特助，出大事了，陆总遇到绑匪了，现在这个假冒陆总的绑匪已经被我们李家工厂给联手控制住了，您快带人来啊！胡说八道，我们陆总是何等身份，怎么可能被绑架？就是真的，你快来看看，等你来就知道这个骗子有多可恶了。留住那个人，我马上到。听到了吗？你个该死的绑匪冒牌货！韩特助说了，他马上就来了。等他来了，看你这个冒牌货还怎么装！到时候不仅要把你送进监狱，还要让你给我们磕头认错。就是，敢冒充陆总骗我们家的钱，我看你是活腻了。等韩特助来了，打断你的腿都不为过。还有你，大姑，你看看你找的这个野男人，到了这个时候还敢在督察面前装。等韩特助过来，老子非得让他亲手扒了你们这2个狗男女的皮。不错，竟敢在我们面前卖弄，真是活腻了。来人，给我好好教训他！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清楚，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保证，不仅是李家，乃至今天所有动过手的人，全要付出代价。你郑源，苏浩，你这个畜生，你住手啊！大姑，心疼了，我还就打你男人了，怎么了？你个骗子还敢威胁我！今天我就替陆总好好教训教训你！敢绑架陆总，还敢骗我们家的钱！今天不把你打个半死，难消我心头之恨！他真的是陆胜元，闭嘴，否则我连你一起打！你们今天打在我身上的每一下，我都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你们。陆总，督察，督察，您快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真的是韩特助吗？他怎么对着这个该死的冒牌货喊陆总啊？是不是喊错人了？完了，这下全完了！我刚才居然亲口说不认识陆总，还任由李家把陆总按在地上打，老子要被这李家给害死了！这位先生，
想必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陆氏集团韩特助吧？您是不是一着急认错人了？这男的就是个在我们村住了1个月，天天挑水劈柴的小白脸啊！您怎么能管他叫总裁呢？认错人？我跟了陆总这么多年，陆总全身上下哪怕一根头发丝我都认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会认错？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编排陆总？好啊，你们李家居然敢设局坑害陆总，还把我也给骗了，说什么他是绑匪是骗子，害得我差点得罪了陆总，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督察，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以为他是假的陆总，我们也没有想到，都是他，都是李曼妮出的主意，是他先说他是骗子的，也是他先动手打的人，跟我没关系。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先说他是绑匪的。还有你姓王的，你少在这里放屁倒打一耙。刚才明明是你自己说不认识陆总，说他没有保镖没有排场的，现在出了事，你想把责任全推到我们李家头上，你做梦！闹够了没有？陆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饶了我们吧。对啊，陆总，不，姑父，之后我就要改口叫您姑父了，之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要怪我这个小辈了吧。谁是你的姑父？你们打在我身上的每一下，我都会记着。还有你们对我的总裁夫人苏婉做的所有事，我也会一笔一笔跟你们算清楚。第一，立刻终止和李家工厂的所有合作，追究全部违约责责。第二，以陆氏集团的名义制裁李家工厂，禁止任何投资。第三，通知税务、工商和警方彻查工厂所有违法问题。姑姑，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我可是你唯一的侄子啊！大姑，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被李家给骗了呀。我是苏浩，是你唯一的亲侄子，是苏家唯一的独苗啊！你从小一口饭一口饭把我喂大，你最疼我了，你就饶了我这一次，你跟陆总求求情啊！小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看在你死去的妈妈的份上，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饶了我们这一次吧。是啊，小婉，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们给你当牛做马，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姑姑，我错了，我不该打你，不该把你关在仓库里。你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们吧。婉婉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今天也受委屈了。但你们苏家就这么一根独苗，如果他出事了，苏家可就真一辈子抬不起头了。你一个长辈应该宽宏大量，你就原谅他吧。一家人，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一家人？苏浩，你现在知道叫我大姑了。你偷走你爷爷10万块救命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大姑？我苏婉这20年，为了你这个所谓的苏家独苗，起早贪黑在泥地里刨食。你上学要学费，我卖了娘留给我的唯一一件金首饰。你结婚要彩礼，我把自己的血汗钱全掏出来，我连一双新鞋都舍不得买。可你呢？你攀上了李家当了主管，就嫌弃我是个没文化的农村穷寡妇。你逼着我给你老婆擦鞋，把我关进仓库的时候，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想过饶了我吗？婉婉，都怪我，我不知道你过得这么苦。你放心，从今往后有我陆成辉在一天，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让你掉一滴眼泪。从今天起，我苏婉和苏浩、李天矿一家断绝所有关系，以后你们的生老病死都和我无关。从此我苏婉主动开除族谱，划除祖籍。陆总、苏小姐，今天的事儿真是对不起，是我有眼无珠，得罪了二位。以后本人一定全力支持二位的工作，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陆成渊，没想到你中了我的药，居然被这个农村老女人给救了。现在为了她，居然动用整个集团的资源，看来你的软肋已经找到了。终于离开这个地方了，可为什么心里还是这么堵得慌？婉婉，别看了，那些人再也伤不到你了，冷不冷？我以为我这辈子都逃不出去了。没事了，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在，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陆成渊，我有件事想问你。你说。成渊，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你的身份？你天天在我的破院子里挑水劈柴吃糠咽菜，为什么一转眼你就变成了全荣城最尊贵的千亿首富？对不起，婉婉，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我只是太珍惜你，珍惜到怕吓到你，怕你知道我是陆氏集团的总裁以后会觉得我高不可攀，会离我而去。但是婉婉，我对你是认真的，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身上的韧劲吸引了。你那么善良，那么坚强，即使被生活逼到绝境，
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不想用我的身份去衡量我们的感情，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男人，守在你身边。苏婉，以前我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现在我以陆成渊的身份重新向你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陆太太，做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吗？我愿意，成渊，我愿意。我没偷东西，苏浩他偷了我爹的救命钱，他们还把我关在竹筐里打我。我知道，我全都知道。婉婉不哭了，我在，我带你去接叔叔，这辈子没人敢再欺负你们。爸，我来接你了。妮儿，这位贵人是？爹，他是程渊，他就是天天在咱们家院子里挑水皮锄的程渊，他来接你去看病了。爸，我们去城里最好的医院，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原来是你，好啊，我也能放心把婉婉交给你了。您放心，我没看错吧？之前苏婉在村里受尽欺负，竟然能找到这么有钱又这么好的男人。这真的是病房吗？我以前连普通病房都住不起，爸爸竟然能住在这里。医生，我岳父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治愈的可能？陆总，苏先生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钙质流失，所以这次摔倒才会这么严重。我们会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给他做全面检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只要积极配合治疗，恢复到生活自理是有可能的。好，费用不是问题，用最好的药，最好的设备，我只要他能好起来。程渊这个样子真像总裁，只是我这浑身的破衣服真的配得上他吗？立刻送一整车女士胸品到医院 VIP 病房，从内衣到外套，从护肤品到化妆品，每个尺码各来一套，再准备一些适合病人吃的营养品。好的，陆总，我马上安排。不用，太破费了，我自己有衣服穿。听话，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以后我要把你以前没享过的福全都补回来。陆成渊，谢谢你。傻瓜，跟我还客气什么？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自己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我总觉得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怕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这不是梦，是真的。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程渊，谢谢你让我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不就是欠你那点货款吗？急什么？等陆总的800万投资到账，我立刻给你结了。再催，以后别想跟我们工厂合作了。苏浩，根据银行规定，现提前收回你工厂的所有抵押贷款，这是通知书，限你3天内还清所有欠款，否则我们将强制拍卖你的工厂。什么？提前收回贷款？凭什么？我们的贷款还有半年才到期。凭什么？就凭你得罪了陆成渊陆总，现在整个荣城的银行都不会再给你1分钱贷款，3天内还不清钱，就等着卷铺盖走人吧。完了，全完了。李天顾，欠我们的50万货款什么时候还？再不还，我们就搬你家的东西了。还有欠我们的300万，今天必须还，不然卸你一条腿。白眼狼苏浩，把我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们！今天拿不到工资，老子一把火烧了你这破厂子！请大家放心，你们别忘了苏浩的姑姑是总裁夫人，过2天我们就有钱了。别催了，我没钱，我1分钱都没有了，求求你们宽限几天吧！大家别吵，别吵，别吵，钱我一定会还的，给我几天时间。几天？我们已经给你够多时间了，今天不还钱，我们就不走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苏浩，你个没用的东西，快点想办法！都是你当初非要打苏婉，现在好了，工厂要没了，我们全家都要喝西北风了。我当初要是把那10万块钱还给他就好了，我当初要是把钱给大姑就好了。如果我给了，我现在就是千亿首富的亲侄子了，我真该死啊！
哭什么哭？哭能解决问题吗？现在赶紧想办法把工厂卖了，能卖多少是多少，然后我们跑路。卖工厂，谁会买啊？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得罪了陆承轩，谁买谁倒霉。我问了好几个老板，他们一听说这是李家的工厂，立刻就挂了电话。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在这里等死吗？不然我们去找苏婉求情吧。他现在傍上了陆承渊，只要他肯松口，我们一定还有救的。不行，我不去。我当初那么对他，他肯定不会原谅我的。你不去谁去？你是苏家唯一的根，他就算再恨我们，也不会见死不救的。婉婉，爸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这么多苦。爸，别说这些了，只要你能好起来，我受再多苦都值得。爸，今天感觉怎么样？好多了，谢谢你啊，小陆。爸，您还跟我客气什么？我现在是婉婉的丈夫，照顾你是应该的。陆总，好消息，苏混冲，苏先生的恢复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再过1个星期就可以开始做康复训练了。真的吗，医生？太谢谢你了。太好了。小陆，我把婉婉交给你了。我这副老骨头死不足惜，但你一定要替我这死去的婆娘好好对婉婉啊。爸，放心，我这辈子都会护着她，绝不会让她再受一点委屈。这个男人，他是执掌荣城生死、身价1000亿的首富啊！为了我这个农村女人，他竟然能做到这一步。欢迎夫人回家。这是你家？是我们家，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城院这地方太贵气了，我一个乡下泥腿子，我连往哪落脚都不知道。我住在这里不合适。都给我听好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苏婉，是我陆城方明媒正娶唯一的陆太太。以后在这个家里，夫人的命令就是最高旨意，谁要是敢在眼神里露出一丝怠慢，立刻滚出荣城。别怕，婉婉，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房间。我知道你不喜欢荣城那些繁复奢侈的花哨东西，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严格按照你的喜好亲手准备的。程渊，我不配，我一个40多岁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穷寡妇，坐在这儿像个要饭的。程渊，别，我这手太粗了，不好看。婉婉，你听着，你手上的痕迹，是你一个人在烂泥地里起早贪黑，养活侄子，伺候瘫痪父亲20年的勋章。没有这双手，就没有撑起那个家的苏婉。这是你勤劳的证明，是我陆承渊这辈子见过最美、最干净的手。我会教你，家里所有的家电怎么用，怎么吃西餐。我当你的老师，一样一样亲自带你。程渊，我不能一辈子躺在你的大房子里，当个靠你养着的废人。我想找份工作，哪怕是去你的公司帮你们扫地倒水，我也想靠自己的双手赚饭吃。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没读过多少书，只会种地。你想找份工作，我绝不反对。你可以先去我的公司实习，想学什么都可以，我亲自教你。我给你安排一个最轻松的职位，让你慢慢适应职场生活。真的吗？太好了！我去接个电话。什么事儿？说。陆总，李家那边出事了。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启动了全面制裁和资金清算。现在工厂已经全面停工，几十名工人正在集体讨薪。知道了，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还有，苏浩好像在到处打听您的消息，似乎在想办法找苏小姐求情。盯着他，这件事情封锁所有消息，暂时一个字都不准让夫人知道。陆总，您这是……滚出来！还钱！还钱！还钱！都是你当初非要打苏婉，现在好了，工厂要没了，我们全家都要喝西北风了。
还有你这个惹祸精！要不是你把苏婉关在仓库里，能把陆成鸟惹毛吗？我半辈子的心血全毁在你们手里了。当初是谁说要给苏婉点颜色看看的？是谁说陆承池就是个小白脸的？你个废物！你倒是出去把那些穷鬼赶走啊！今天不把血汗钱还给我们，老子当场废了你！万亩农业基地加工厂，陆承渊要建加工厂，我们不就有一个现成的工厂吗？你疯了！我们的工厂都快被银行收走了。疯？我清醒得很。苏婉不是心软吗？我就用几十号工人的饭碗当筹码，逼他注资盘活工厂。这个办法行。苏婉从小就心软，见不得别人可怜，再加上全村人看着，他要是见死不救，以后还怎么回村？没错，明天一早，妈你去把所有工人都召集起来，跟他们说，只要苏婉肯注资，立刻补发3个月工资。然后我们带着工人一起去苏婉的别墅门口下跪，我就不信他不心软。可他要是真的不管怎么办？他不会不管的，他最在乎名声。我就让全村人都看看，他苏婉发达了是怎么忘恩负义、见死不救的。哎，干什么呢？姑姑，我知道我以前不是人，我畜生，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秦爷爷，我不是人，我当初不该那么对你，你要打要骂都随便你，但求求你，救救这些工人吧，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份工资养家糊口啊！苏小姐啊，我们跟着你舅舅干了10几年了，我儿子还等着我的工资交学费呢。求求你救救工厂吧，婉婉！看在当年你快饿死时，乡亲们给过你一碗剩饭份上，给工人们留一口活命的饭吧。王叔，你们快起来，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别跪我，快起来啊！滚开！别用你的脏手碰他！大姑，千错万错都是我苏浩的错。只要你肯注资盘活工厂，我愿意把工厂80%的股份都给你。我苏浩不当老板了，我只当一个最普通的厂长，帮你管理工厂，给你当牛做马。求求你救救青山村这几十户人家吧！婉婉，别听他的，他这是在利用工人的生计，恶意道德绑架你。珊珊一改，本性难移，这种白眼狼绝对不能给机会。我恨苏浩，我恨不得让他去死。可是那些工人确实是无辜的，如果因为我们两家的恩怨，让全村几十个家庭跟着断了生计，我这辈子良心怎么过得去？程渊，我知道他是畜生，可这些工人真的很可怜，我想再给他也是给工厂最后一次机会。我可以给这些工人安排工作，让他们去我的农业基地上班，但工厂绝对不能救。苏浩这种人，给了他机会，他只会变本加厉。不行，这些工人都是青山村的村民，对青山村有感情，而且农业基地离村子太远，他们不方便。陆程渊，就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吧，如果他这次真的改好了，也算积德了。陆总，夫人，按照夫人的意思，协议已经拟好了。苏婉夫人占李家工厂80%的绝对股份，苏浩降职为普通厂长，仅负责日常生产管理。但是把最关键的一条加上去，工厂所有的财务、公章、账目必须由我陆氏集团全权统一管理。苏浩那畜生要是敢碰1分钱，直接送他去坐牢。程长，对不起。婉婉，我答应你注资500万，不是因为苏浩，而是因为你。但我必须防着他。这份协议是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若再敢作妖，我亲手送他上断头台。陆总，查到了，苏浩带着几十名工人跪在陆承渊的别墅门口，求苏婉注资盘活李家工厂。苏婉什么反应？苏婉看起来很动摇，陆承渊坚决反对，但估计最后还是会妥协。好，太好了！这个愚蠢的农村人果然是他的弱点。陆承渊现在还没查到上个月给他下毒和买凶坠杀的幕后黑手是我，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这个老女人身上。继续盯着他，我倒要看看陆承渊为了这个女人能付出多大的代价。等他们把工厂反火，我们再动手，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明白，陆总，我会派人24小时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陆成渊，你等着，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点一点全部拿回来。根据双方协商的结果，陆总注资500万盘活李家工厂。注资完成后，陆总和苏婉共同持有工厂80%的股份，苏浩先生持有20%的股份，任厂长负责日常管理，工厂所有财务由陆总派来的会计统一管理，重大决策必须经过陆总同意。谢谢姑姑，谢谢陆总，你们真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管理工厂，绝不辜负你们的信任。我要把工厂做大做强，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是啊，谢谢婉婉，谢谢陆总，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把工厂做大做强，报答你们的恩情。希望你说到做到，好好干活，重新做人。姑姑，你放心，我要是再敢做坏事，你就把我赶出工厂，我绝无怨言。我们回去吧。苏婉就没见识的农村穷寡妇，随便用几个青山村的穷鬼哭一哭，他果然像个傻子一样上当了，500万到手了。我就说他心软吧，现在工厂虽然名分上归他占大股，但实际管厂的还是我们。还是苏浩你厉害，略施小计就把苏婉骗得团团转。可是这上面写着，所有财务和账目都要由陆成威派来的那个老会计统一管理，我们怎么拿钱？财务那个老头子，一个外来的老家伙，在这双桥县的1亩3分地上，老子当了半辈子地头蛇，有的是办法糊弄他。等工厂重新开工，财务运转起来，苏浩，你就给老子把里面的钱，还有那500万公款，偷偷全部掏空，把资产秘密转卖。等钱捞够了，老子直接带着你们远走高飞，到时候苏婉和陆成月只能干瞪眼。不对呀，同样的钢材，上个月每吨才3200，这个月怎么突然涨到4200了？而且采购量比实际用量多了整整1倍。陆总特意交代过，李家这几个人手脚不干净，看来他们刚拿到500万的投资没几天，就已经按耐不住，开始挪用了。老东西，这个月的工资表做好了没有？工人们都在催了。苏厂长，这乡下工厂的旧账实在是太杂了，我这老眼昏花的看得慢，不过大体上没什么问题，过2天就能汇总好。磨磨蹭蹭的，耽误了我们去逛街，有你好果子吃。以后这些小事不用这么较真，差不多就行了。我告诉你，在这个厂里，我说了算。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老老实实干活，少不了你的好处。要是敢多嘴，小心我让你滚出双桥县。说，陆总，我发现账目有问题，苏浩这个月虚报了原材料采购价，还多报了采购量，至少套走了50万公款，而且还偷变卖了工厂的一些闲置设备，钱都被转到了他的私人账户上。还有吗？目前只查到这些，但我感觉他肯定还有别的动作。他最近经常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见面，好像在联系买家，准备把工厂的核心设备也卖掉。做得好，你继续暗中观察，不要打草惊蛇，把所有的证据都保存好，尤其是转账记录和他的受益短信。有任何新情况，立刻向我汇报。明白，陆总。陆总，要不要我现在就派人把苏浩抓起来？不急，等他把所有的罪证都暴露出来，再一网打尽。我要让婉婉亲眼看到他这个侄子到底是什么货色，彻底断了他的念想。明白，我这就安排人加强对苏浩的监控。你回来了，快洗手吃饭。我今天炖了你最爱喝的排骨汤。好，辛苦你了，婉婉。程渊，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了？没事，就是公司一点小事已经解决了，别担心。程渊，你别瞒着我，是不是苏浩边又给你惹祸了？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我知道他是个白眼狼。真的，可能是今天太累了，你还是操心一下你明天第一天去公司穿什么吧。苏婉是吧？陆总已经打过招呼了，从今天起你就在我们项目部实习，主要负责整理资料和数据录入。谢谢王经理，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你就坐那里吧，张萌，你带他，熟悉一下工作流程。知道了。她就是那个农村来的总裁夫人啊，看着也不怎么样嘛，穿的这么土。可不是嘛，听说她大字不识几个，连电脑都不会用。要不是嫁给了陆总，这辈子都进不了陆氏集团的大门。走了狗屎运呗。不过我看她也待不长，咱们相机部都是高学历的人才，她一个学历低、出身差的农村妇女能干什么？你们看不起我没关系，
我一定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要靠自己的双手赚饭吃，绝对不能在这个地方给他丢人。技术团队的人呢？都死哪儿去了？双桥县农业基地那边出天大的事儿了！经理，到底怎么了？基地的智能化灌溉系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面积问题，大片大片的早稻秧苗开始枯萎变黄。技术团队在现场排查了整整2天，硬是束手无策。这要是全死光了，我们整个部门全部都要卷铺盖滚蛋！经理，让我去现场看一眼，这根本不是灌溉系统的问题。你一个刚来1天的实习生，连电脑都不会开，在这装什么专家？相信我，再耽误1天，那些大米秧子就真的神仙难救了。怎么样？查出来是什么问题了吗？还没有，系统显示一切正常，水压也足够，可这秧苗的叶片就是无法吸收水分，真是活见鬼了！怎么可能没问题？再查不出来，这上千亩庄稼就全完了，公司损失几千万不说，还会影响我们和当地政府的合作。王经理，我们已经查了3遍了，真的没有问题。让我看看。你一个实习生能看出什么问题？别在这里添乱，让他看看吧，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哼，我们这儿用的是全荣城最先进的微密探测仪，你在这儿玩泥巴能解决问题？大错特错，你们的技术全用错地方了。你们天天盯着机器看，为什么不低头看看脚底下的地？你看出来什么了？这不是设备坏了，是这块地之前为了赶工期过度翻晒，加上排水不畅，导致了严重的土壤板革。你们的智能灌溉只在地表洒水，水根本进不去深层的根系，地底下的水又排不出来，秧苗是被活活烧死的。苏婉，你确定吗？我确定，我种了40多年地，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板结率85%，真被他说中了。苏婉，太谢谢你了。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首先，把所有堵塞的排水管都挖开，清理干净里面的泥土，然后停止使用化肥，用秸秆还田的方法改良土壤，再在田里挖一些排水沟，增加土壤的透气性。这样过不了多久，土壤就会恢复正常，灌溉系统也能正常使用了。快，全部人给我拿锄头下地开沟，快！苏小姐，对不起，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说的办法太对了，我们马上就照做。天哪，水真的渗下去了！你真是我们项目部的功臣啊！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损失就大了。王经理过奖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苏小姐，谢谢你，我以后再也不敢看不起农村人了。你比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厉害多了。陆总，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灌溉系统的问题解决了，是夫人发现的问题。现在我们按照她的方法，现在已经恢复渗水问题了。好，我知道了，你们辛苦了。陆总，夫人真是太厉害了，她不仅解决了灌溉问题，还提出了很多改良土壤的好办法。我们项目部能有她这样的人才，真是太幸运了。她一直都很优秀，你们要好好培养她，以后农业基地的很多工作都可以交给她负责。明白，陆总，我一定会好好带她的。夫人，以后你就是我们项目部的骨干了。谢谢王经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两位叔叔，我今天找你们来，是想跟你们说一件事。陆成渊为了一个农村女人，不顾集团的利益，已经引起了很多股东的不满。话虽如此，但陆总毕竟是集团的董事长，而且他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是啊，陆总这些年把集团打理得很好，我们的股份也涨了不少。涨了不少，那是以前。现在外面都在传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妇，很多合作商都开始动摇了。再这样下去，集团的形象和信用都会受损，你们的股份也会贬值。只要我们联手把陆成渊赶下台，我保证华东区的农业项目就交给你们2家负责，到时候你们赚的钱比现在多得多。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陆振涛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支持我，我绝不会亏待你们。好，振涛，叔叔这次就陪你赌一把，我们一言为定。陆成渊，你等着，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拉下来。陆总，媒体那边已经联系好了，他们答应明天一早同时在各大平台发布关于苏婉的负面报道，标题都已经拟好了，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写的。很好，标题要再刺眼一点，把40岁农妇大字不识这些词都加上。明白，我这去通知媒体修改。还有，苏婉今天在双桥县农业基地解决了灌溉系统的问题，王经理对她赞不绝口，陆成渊还表扬了她。这个农村女人还真是有点本事，不过没关系，
明天的报道一出，他就会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看陆成元还怎么护着他。陆总，要不要我再加点料？比如编造一些他以前的黑料？好，你去安排，越离谱越好。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永远抬不起头。明白，我这就去办。苏叔叔做得很好，再走2步，坚持住。好。哎，你听说了吗？他的女儿苏婉就是陆总的夫人啊，就是那个千亿首富陆成月。真的假的？我一直以为苏小姐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呢。她人那么好，对她爸爸也孝顺，没想到竟然是总裁夫人。是啊，苏小姐人是真好，可惜啊，以前受了太多苦了。我听青山村来的护工说，上个月苏小姐被她亲侄子和侄媳妇打得可惨了，还被关在仓库里，差点没命了。什么？还有这种事儿？可不是嘛。他侄子偷了他爸爸的10万块救命钱，给媳妇儿买包。苏小姐去要钱，不仅被打，还当着全村人的面羞辱她。要不是陆总及时赶到，苏小姐恐怕就……苏叔叔，您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事，我累了，想回病房休息。我的婉婉在老家受了这么大的罪，到城里来却连一个字都不跟爹说，不能让婉婉知道我听说了这件事。她已经够苦了，我不能再让她为我担心。爸，今天感觉怎么样？我给你熬了最喜欢的山药排骨汤，趁热喝点儿。爸，医生说你最近恢复的特别好，等过阵子你彻底能稳当走路了，我和成员就带你出去转转，看看城里的风景。婉婉，爸对不起你，爸这副震了多年的老骨头，把你这辈子都给生生拖累苦了呀。爸，好端端的你怎么又说起这个了？我是你闺女，孝顺你是应该的。只要你能好起来，我受再多苦都值得，我不苦。不是爸当年糊涂啊！你哥嫂走得早，留下苏浩那个白眼狼。你为了守着这个家，守着我这个瘫痪的老骨头，连自己的亲事都耽误了。当年要不是我固执，非要拦着那门亲事，非要把你留在身边伺候我，你也不至于这么多年终生未嫁，在村里受尽那些长舌妇的白眼和欺负。都是爸自私，是爸害了你大半辈子啊！又到手50万，陆成游那个傻子还真以为我们会好好经营工厂。还是我老公厉害，略施小计就把他们耍得团团转。等我们把这500万都捞够了，就去三亚买海景房，再也不回这个破地方了。别急，慢慢来。那个老会计好糊弄得很，我已经教你怎么伪造报销单了。下个月再多报点原材料采购，再把那2条旧生产线也卖掉，又能捞个180万。还是爸你厉害，等钱捞够了，我们就带着钱远走高飞，去国外过好日子。到时候苏婉和陆成业就算发现了，也找不到我们。可是万一那个老会计发现了怎么办？他毕竟是陆成行派来的人。发现了又怎么样？他一个外来的老头子，在这双桥县的1亩3分地上还能翻了天不成？要是他敢多嘴，就找几个人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大。就是，爸说的对，现在工厂在我们手里，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老东西要是识相，就乖乖闭嘴，不然有他好果子吃。陆总，这是最新的资金流向记录。苏浩在过去1个月里，通过虚报原材料采购、变卖工厂设备等方式，一共套走了230万公款。所有的转账记录都在这里，收款人都是他的私人账户。还有吗？还有，我们查到李天谷最近一直在联系外地的买家，准备把工厂的2条核心生产线卖掉，报价300万。他们约定了下周3交易。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我给他们机会，他们竟然敢这么肆无忌惮掏空工厂。陆总，要不要现在就动手？再晚一点，他们可能就把钱转走跑路了。不急，等他们把生产线卖掉，人赃并获的时候再动手。明白，陆总，我会继续盯着他们，确保所有证据都收集完整。还有，陆振涛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陆振涛最近一直在和董事会的几个老股东秘密会面，好像在策划什么，而且他还联系了很多媒体，不知道想干什么。我知道了，你派人盯紧他，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明白，陆总。苏浩，苏浩、李天阔，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瞧瞧，快瞧瞧，网上的负面新闻都炸开锅了，某些人还顶着总裁夫人的名头在咱们部门晃悠呢，也不嫌丢人。哎呀，你小点声，人家大字不识几个，能嫁进陆家，还不知道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你看网上这标题，首富迎娶40岁楼农妇，陆氏总裁夫人大字不识。
真是把咱们集团的脸都丢光了。不，我不能在这里哭。我是程万梅正娶的妻子，我没有做小偷，也没有不守妇道。网上的新闻全是假的，我绝对不能在公司给程渊添乱。陆总，太好了！负面新闻的效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全网在骂苏婉，陆氏集团的股价已经跌了3个点了。董事会的几个老股东都打电话来表示不满，要求陆程渊给个说法。陆程渊，我看你这次怎么收场？还是陆总您厉害，略施小计就让陆程渊焦头烂额。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通知那2个老股东，明天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是，陆总。在会上，我们就以陆程渊的私人婚姻损害集团利益为由，逼他交出总裁职权，移交给家族委员会管理。可是陆总，陆程渊手里还有大部分股份，要是他不同意怎么办？哼，不同意由不得他。现在股价暴跌，股东们都对他不满，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再加上媒体的压力，他就算不同意也得同意。明白，陆总，我这就去通知那2个股东，让他们明天在董事会上发难。陆总，夫人，陆振涛那边出手了，他拿着网上那些恶意比黑的负面祭文，在董事会内部大肆煽动舆论。他说什么？陆振涛已经联合了2名刚刚拉拢的老股东，正式在董事会发起了紧急会议联署。他们以夫人出身低微，严重损害集团形象为由，准备在明天早上的会议上公开发难，逼您停职，急交职权。程渊，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你弟弟逼到这个份上。婉婉，听着，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你是我陆程婉明媒正娶唯一的陆太太，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女人。哼，通知公关部不需要再压制舆论了，让那些负面新闻继续写。另外，通知老会计，把苏浩在工厂转移公款的所有原始凭证、转移记录，以及李天阔的受益短信全部打包整理好。是，陆总。明天早上的董事会，既然陆振邦想把事情闹大，那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和苏浩一家一起送进地狱。各位董事，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有一件关乎陆氏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要商议。陆程渊身为集团董事长，不顾公司利益，执意迎娶一个出身低微、毫无文化的农村老妇，导致集团形象严重受损，情况不妙。昨天的负面新闻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股价暴跌3个点，市值蒸发了上百亿。不错，陆总，今天董事会紧急会议联署召开，就是要你给大家一个交代。你让这么一个出身低微、毫无文化背景的农村老妇，顶着夫人的身份，会严重损害我们集团的形象。是啊，程渊，不是我们不通情理，婚姻是你的私事，但你不能拿整个集团的利益开玩笑啊。这是我拟定的协议，只要你签署这份协议，将总裁职权无限期移交给家族委员会管理，我们就不再追究这件事。当然，移交职权的核心条件之一就是重新审查现任总裁夫人的资质，如果她不符合要求，你必须立刻和她离婚。说完了。怎么，你不同意？难道你要为了一个农村女人毁了整个陆氏集团吗？陆振涛，你费尽心思演了这么一出大戏，动用董事会紧急会议，甚至不惜做空自家集团的股价，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吗？陆程渊，你少在这里转移视线，现在是你的私人婚姻严重损害了集团声誉，导致股价暴跌，我们是在救陆氏。陆总，你今天不签这份协议，我们就按照董事会章程，联合超过半数的成员，正式启动总裁罢免程序。陆振涛，你费了这么大劲，又是买通媒体发负面新闻，又是拉拢股东，不就是想抢我的位置吗？何必说的这么张面？你胡说！我这是为了集团的利益，为了所有股东的利益。哼，为了集团的利益，当年是谁挪用公司公款去赌博，输了3个亿？是谁收受贿赂，把公司的项目交给自己的亲戚做，导致公司失惨重？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我都不知道吗？我只是念在兄弟情分上，不想赶尽杀绝。可你偏偏不知好歹，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你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就是诬陷。证据？我当然有，而且我还有你绝对想不到的证据，放出来给大家看看。是，陆总。是陆振涛给了我100万，让我去青山村杀陆成元。他说只要能杀了陆成元，
再给我100万。假的，这是伪造的，是陆成渊陷害我。伪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一定要把陆成渊弄死，不能留活口。事成之后，我再给你打100万。放心吧，陆总，我办事你放心。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怎么会有这个录音？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早在你第一次派人追杀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调查你了。你给杀手转钱的银行流水，你和他的通话记录，还有你买凶杀人的合同，我这里全都有。你敢阴我？还有，当年我父亲的死，也和你脱不了干系吧？是你在他的药里下了毒，对不对？是又怎么样？陆氏集团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要不是你父亲偏心，把董事长的位置传给你，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错了，陆氏集团是我父亲一辈子的心血，不是你争权夺利的工具。你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惜残害手足，背叛公司，你根本不配做陆家人。陆志涛，你太过分了，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真是瞎了眼，居然相信了你。陆总，我们也是被这个畜生给蒙蔽了，我们不知道他竟然残害手足，雇凶追杀。陆成渊，就算当年是我干的又怎么样？现在集团形象受损，股价大跌是事实。你娶了个40岁大字不识的农村老谋妇，就是给集团抹黑。董事不会容忍一个土包子当总裁夫人。王婉，你怎么来了？这里交给我，你快出去！我不来，难道要让他们一指着我的脊梁骨骂吗？各位董事，大家好，我是苏婉。如你们所见，我就是一个40多岁、没读过多少书、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穷寡妇。网上的负面新闻写的没错，照片上那个被绑在柱子上的人也确实是我。哈哈，大家听见了吧？他自己都承认了，这种伤风败俗、不守妇道的贱货。但我没偷东西，我也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丑事。3个月前，陆成渊浑身是血地闯进了我家，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千亿首富，只是一个被人追杀、随时都可能死掉的普通人。后来他在我家住了1个月，那1个月里，他不是什么陆总，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他帮我挑满水缸的水，批够烧一个冬天的柴，跟着我下地种玉米。我们每天吃着粗茶淡饭，他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不在乎那些媒体怎么写我，也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我更不稀罕什么总裁、夫人的荣华富贵。如果我想要钱，当初他掏出50万支票补偿我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收下。人在做，天在看，买凶害人，还想拿我这个农村女人当借口来抢位置，你做梦！他当年落难的时候，你们这些亲兄弟老股东在哪儿？今天无论如何，我也绝对不会抛下他。陆振涛，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畜生！现在真相大白了，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陆振涛，你涉嫌当年一桩雇凶追杀刑事案，以及多项重大商业欺诈、内部腐败，请跟我们走一趟。放开我！你们伪造证据！陆成渊，你不得好死！陆总，饶命啊！陆总，我们坚决拥护您，别查我们的账啊！从今天起，陆氏集团内部的所有腐败全面彻查，一个也别想跑。是陆总，属下这就去办。陆总，留在李家工厂的老会计已经成了对苏浩的所有财务取证，500万投资款的去向现在清清楚楚，完全落网了。婉婉，这就是你用大半辈子硬熬拉扯出来的亲侄子，我给了他应有的资金支持，甚至降他为厂长，想防着他，可他却联合李天阔密谋把这500万全部掏空转卖，然后远走高飞。夫人官方的人已经在工厂门外就位了，这些文件一旦送过去，苏浩和李家全家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了。您看，成渊，报警吧。韩特助，听见夫人的话了吗？立刻联合法务部，带着所有的原始凭证和短信截图，直接去双桥县李家工厂抓人。是陆总，属下这就去办。快点，再晚就赶不上下午的飞机了。等我们到了国外，陆成瑶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我们。放心吧，爸，500万我们已经赚了480万，足够我们在国外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等我们安顿下来，再买个大别墅，再雇几个佣人，再也不用回这个破地方。等我们到了国外，我天天穿名牌，背名牌包，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苏婉那个贱人，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们。
他还想找我们算账，做梦！等他发现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在国外逍遥快活了，他只能对着一个空工厂哭。苏浩，你涉嫌职务金制和商业欺诈，现在我们依法对你执行逮捕。你们是谁？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凭你挪用陆氏集团500万公款，偷卖工厂设备，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可能，不可能！陆成渊怎么会发现的？我明明做的天衣无缝。警察同志，误会，这全是误会啊！我没有偷钱，我更没有侵占公款。你们干什么？这可是我们李家的工厂，凭什么抓我老公？曼妮，救我呀！我全招！我不是主谋啊！这些钱都是李曼妮逼我干的。苏浩，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是你自己贪得无厌，是你想卷款跑路。现在出事了，你就想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告诉你没门儿！是他逼我的，是他拿离婚威胁我，我才不得不这么干的。所有的钱都在他那里，你们抓他，别抓我！苏浩，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你偷苏婉他爹的10万块救命钱给我买包是你干的吧？你把苏婉关在仓库的竹筐里，差点把他打死也是你干的吧？你还偷偷拿你爷爷的养老钱去赌博，输了5万块也是你干的吧？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你逼着苏婉给你下跪擦鞋，是你到处造谣说苏婉养小白脸，是你让保安把苏婉往死里打，这些都是你干的！你胡说！你血口喷人！行了，别吵了，你们2个谁也跑不了，有什么话到地方再说。我不去，我不去，我要见我姑姑苏婉，姑姑救我呀！姑姑，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救救我，我是你唯一的侄子啊！婉婉，要是不想看，我们就走吧。没事，我就是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地方。大姑，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是苏浩啊，我是苏家唯一的根，唯一的独苗啊！你跟陆总求求情，放我一马吧！苏婉，我错了，我不该打你，我不该骂你，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这一次吧。苏浩，当你偷走你爷爷的救命钱，逼我给李曼丽擦鞋，把我关进竹筐里要活活打死的时候，你可曾想过我是你大姑？唉，真是自作自受啊！当初他们那么欺负苏婉，现在终于遭到报应了。就是苏婉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却恩将仇报，偷人家的救命钱，还把人家往死里打，这种人就该坐牢。苏浩这孩子真是被宠坏了，苏婉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他却这么对待人家，真是白养了。别喊了，走。程渊，我想去那间仓库看看。婉婉，别去了，从今往后有我陆成渊在一天，谁也别想再伤你半分。你说的对，程渊，我们再也不回来了，我们走吧。好。苏婉，你给我站住！我的钱啊，我的房子啊，全都没了！苏婉，你这个贱人，你不得好死！完了，全完了，我半辈子的心血呀！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陆氏集团万亩农业基地的开工典礼。这不仅是陆氏集团的一件大事，更是我们双桥县的一件大事。这个项目建成后，将带动我们全县的经济发展，解决上千人的就业问题。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陆总和苏小姐对我们双桥县的支持。陆总、苏小姐，剪彩仪式结束了，请2位为项目奠基。请。小婉啊，求求你救救我们家吧，我们知道错了，看在死去的亲人份上，饶了我们这一次吧。谁让你进来的？保安，把他赶出去！别赶我走，我们是一家人啊！苏婉，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当年要不是我们李家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现在你吃香的喝辣的，住别墅开豪车，就眼睁睁着我们全家饿死吗？一家人，当初你们逼着苏小姐下跪擦鞋，把她关在仓库里差点打死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你们是一家人？我知道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可我们已经知道错了呀。苏浩和曼妮都被抓进去了，李天库也病倒在床上，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你就看在你死去的妈妈份上，看在苏家救苏浩这一根独苗的份上，饶了我们吧，给我们一口饭吃吧。大家都来评评理啊！他苏婉现在有钱了，就不认穷亲戚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我们养了他这么多年，他就这么回报我们啊！你放屁！刘丽丽，你还要不要脸？你说你们收留了他，明明是他父母走得早，带着瘫痪的爹和年幼的弟弟过日子。上个月苏婉他爹摔断了腿，等着10万块救命钱。苏王那个白眼狼竟然偷了他爷爷的救命钱，给李曼奴买名牌包。我当时就在现场，看得清清楚楚。没错，我也看见了，那天发生的这些事，我们全村人都看在眼里。还有，你们把苏婉关在仓库的竹筐里，差点把她闷死。要不是陆总及时赶到，苏婉早就没命了。你们这么欺负她，现在还有脸来求她，真是不要脸！就是，苏婉这些年受的苦，我们都看在眼里。你们李家没有一个好东西。苏婉给过你们多少次机会了？是你们自己不知悔改，非要掏空工厂卷款跑路，铁水没到事，现在活该！赶紧滚吧！我们青山村不欢迎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别在这里脏了我们的地方！你们胡说，都是苏婉收买了你们，是他故意陷害我们，他就是想霸占我们家的工厂。陷害？我们这里可有你们偷卖工厂设备、转移公款的证据，要我拿出来给乡亲们都看看吗？苏婉，你这个贱人，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大家都看到了，苏小姐已经给了他们无数次机会，是他们自己贪得无厌，不知悔改。今天苏小姐不计前嫌，回到家乡投资建厂，就是为了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希望大家以后都能擦亮眼睛，不要被坏人蒙蔽。陆总，这是兰亭慈善晚宴的邀请函，荣城所有顶级家族都会出席。往年您从不参加，但今年情况特殊。特殊在哪里？陆振涛刚被批捕，霍氏又在暗中蠢蠢欲动，很多合作工都在观望。如果您能带着苏小姐公开亮相，不仅能彻底为苏小姐证明，还能向所有人宣告陆氏内部已经稳定。我知道，但婉婉从来没接触过这种场合，我怕她受委屈。我明白您的顾虑，但苏小姐总不能一直活在您的保护下。这次晚宴是她真正融入您的世界的最好机会。我回去问问婉婉的意见。婉婉，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什么事？荣城有个兰亭慈善晚宴，是上流圈最重要的社交场合。韩特助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向所有人证明我们很好。但如果你不想去，我就推掉。去，我不能永远躲在你身后。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但我不能让别人因为我看不起你和陆氏。放心，有我在，没有人能欺负你。我知道，但这一次我想自己站着。果然不出我所料，陆成渊真的要带那个农村女人去晚宴，真是太好了，我正愁没机会收拾她呢。你别乱来，陆振涛刚倒台，我们霍家现在自身难保，不能再得罪陆成渊了。自身难保？我们霍家怎么就自身难保了？不就是陆氏冻结了我们几个账户吗？只要我们能在晚宴上让那个女人身败名裂，让陆成渊成为整个荣城的笑柄，那些观望的合作商自然会倒向我们。可是陆成渊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万一我们偷鸡不成蚀把米怎么办？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已经联系了几个平时跟我关系好的太太，到时候我们一起发难，让他当众出丑。好吧，但你一定要小心，别留下把柄。我还要让他知道，他这种农村来的贱货根本不配站在陆承洲身边。喂，是我。晚宴那天，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做，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的好处。那就是陆总那个农村来的夫人，看起来倒是不像网上传的那么粗俗。神气什么？山鸡插上凤凰毛，骨子里还是个土包子。姐妹们，走去领教一下这位总裁夫人的厉害。陆总，好久不见，这位就是陆总夫人吧？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霍少夫人，陆总夫人看着真朴素，果然是农村来的，跟我们就是不一样。你看这裙子，料子虽然不错，但款式也太老气了吧？可不是嘛。陆总夫人，你这裙子是哪个牌子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不会是哪个小作坊做的吧？哎呀，张太太，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家陆总夫人可是从农村来的，哪里懂什么名牌呀？能穿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太太穿什么戴什么都是我亲自挑的，我觉得好看就行，轮不到各位指手画脚。陆总，您别生气啊，我们就是跟陆总夫人聊聊天，没有别的意思。毕竟陆总夫人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我们怕她不懂规矩，闹了笑话。谢谢各位关心。我确实不懂什么名牌，但我知道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和真诚，而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标榜自己。各位想说什么，想做什么，尽管来。陆总夫人，听说你以前在农村种地，那你肯定没去过国外吧？我去年刚从剑桥游学回来，那里的风景可美了。你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陆总夫人，露台的风景不错，我带你去透透气吧。好。苏婉，别装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这种农村来的女人，根本就不配站在陆承泽身边，更不配当陆氏的总裁夫人。我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是吗？那如果我把这里面的东西公之于众呢？这里面有陆承渊当年和霍家合作的黑料，还有他被追杀时的狼狈证据。只要我把这些东西交给媒体，陆承渊就会身败名裂，陆氏集团也会跟着完蛋。你想怎么样？很简单，只要你主动离开陆承渊，签了离婚协议，然后永远离开荣城，我就把这个 U 盘给你。不然的话，我就让陆承渊和你一起被所有人唾弃。霍少夫人，你以为你手里的东西能威胁到我们吗？你什么意思？你说的旧账，是不是当年你们霍家联合陆振涛父兄追杀陆承远留下的把柄？你怎么知道？我不仅知道这个，我还知道当年你为了嫁入霍家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你以为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吗？你拿来威胁我的东西，我们3个月前就已经整理好了，正准备交给检察院。你最好想清楚，现在是谁更需要谈条件。如果你现在收手，我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不然的话，不仅陆承渊会没事，你们霍家还有你都会彻底完蛋。你别得意，我不信你们真的敢把这件事捅出去。当年的事，陆承渊也有责任。如果捅出去，他也脱不了干系。是吗？那你可以试试，看看最后倒霉的是谁。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霍家肯定会万劫不复的。好，很好。苏婉，你给我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程渊，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计划有变，把准备好的东西直接投到大屏幕上。大家安静一下，我有件事要告诉大家。大家看看，这就是陆总引以为傲的夫人。你们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子吗？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她的真面目。不知廉耻的贱货，扫把星！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不要脸！天哪，这真的是陆总夫人吗？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真是太丢人了！陆总怎么会娶这样一个女人？难怪霍少夫人说她不配，原来是真的。别去，让我来。视频里的人是我，那时候我父亲从床上摔下来，等着10万块救命钱。我一手拉扯大的亲侄子，偷走了我攒了8年的救命钱，给他的妻子买了名牌包。我去要钱，不仅没要到，还被他们羞辱。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从来没有因为这段经历感到羞耻，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只是为了救我的父亲，
做了我该做的事。视频里被绑在杆子上的那个女人，今天站在这里，她靠自己的双手救活了她的父亲，也遇到了真心爱她的人。你们觉得她该羞耻，还是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从烂泥里爬出来，真正站得住？说得好，都给我听好了，这就是我陆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她的善良和骨气比你们身上所有的珠宝加起来都珍贵。谁要是再敢对她指手画脚，就是和我陆家作对。从今天起，在全荣城，谁要是再敢对我的孙媳妇苏婉指手画脚、羞辱半分，那就是在公然和我整个陆氏财阀作对。我陆家必倾尽全族资源，让他彻底破产，滚蛋！陆老夫人说的对，苏小姐真是太了不起了。刚才是我们有眼无珠，得罪了苏小姐，还请苏小姐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们计较。是啊，苏小姐，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乱说了。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我们走。我不走，我不甘心，我不会就这么说给他的。你还嫌不够丢人吗？再不走，我们霍家就真的完了。婉婉，今晚委屈你了。程渊，我说过了，我不委屈，只要能帮你守住位置，我什么都愿意。但程渊，今天霍少夫人提到了你当年在青山村被追杀的事情，我现在是你的陆太太，我想知道当年那场围追堵截的完整真相。10年前，我父亲突然病逝，留下遗嘱让我接任董事长。可我刚上任，就发现陆振涛联合霍家，偷偷挪用了集团3个亿的公款，转移到了海外账户。所以你准备揭发他们？是，可我没想到他们提前知道了消息，不仅反咬一口说我挪用公款，还雇了杀手要杀我灭口。那天晚上，我从公司逃出来，一路被追杀到青山村，浑身是血的撞进了你家的门。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死定了，是你救了我。在你家的那1个月，是我这辈子最轻松的日子，不用提防暗算，不用勾心斗角，每天只要劈柴挑水，等着吃饭就好。都过去了，以后有我陪着你，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程渊，把霍氏和陆氏所有的合作合同、债权文件都给我，我想看看。你看这些干什么？这些都是专业的法务文件，很枯燥的。我想帮你，虽然我不懂什么资本运作，但我对数字敏感。村里合作社的账我对了10年，再隐蔽的假账我都能看出来，说不定我能发现什么破绽。好，都给你，看不懂的地方就问我。程渊，你看这里。怎么了？这里有什么问题吗？你看，这份债权转让合同的落款日期是2023年3月15日，可是下面的银行打款记录是2023年6月20日，整整早了3个月。还有这个公章，编号和霍家的公章编号不一样，这是一份伪造的合同。真的？我怎么没发现？这份合同是霍家主张债权的核心依据，要是合同是假的，他们的所有主张都不成立。我就说嘛，这种提前签合同、事后补公章的套路，村里那些想骗补贴的人经常用，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婉婉，你真是我的福星，有了这个漏洞，我们就能彻底扳倒霍家了。现在怎么办？陆氏已经起诉我们了，银行也冻结了我们所有的账户，再这样下去，我们霍家就真的完了。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不甘心输给苏婉那个农村女人。不甘心又能怎么样？我们现在手里没有任何筹码了。谁说没有？我手里还有宴会那段视频，我已经联系了水军，明天一早就把掐头去尾的视频发到网上，就说苏婉当年为了钱下跪乞讨，是个拜金女。我要让她身败名裂，让陆程渊成为整个荣城的笑柄。这样能行吗？万一被拆穿了，我们就更被动了。死马当活马医，只要能搞垮苏婉，能让陆程渊分心，我们就还有机会。喂，是我。陆总，不好了，霍少夫人真的把视频发出去了，现在全网都在骂苏小姐，很多合作方都打来电话说要暂停和我们的合作。
韩特助，立刻通知公关部全网删除所有相关内容，同时起诉所有发布虚假信息的媒体和账号，一个都不能放过。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是，陆总，我这就去安排。韩特助，等一下，不用去。婉婉，你别管。这次换我自己来。您好，我是苏婉，我想接受你们的专访，全程直播。我要把所有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苏婉女士，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苏女士，最近网上有很多关于您的负面新闻，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人在骂我，说我是拜金女，说我为了钱下跪乞讨。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把真相告诉大家。视频里我确实下跪了，但我不是为了乞讨，我是为了救我父亲的命。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段经历可耻。我靠自己的双手养活父亲，拉扯侄子，我问心无愧。那些靠着家世背景耀武扬威、欺负弱小的人才真正可耻。苏女士，谢谢您愿意把这些经历分享给我们，您真的很坚强。没什么，苦难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过得很好。我希望所有和我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勇敢地站起来，不要被苦难打倒。陆总，苏小姐，好消息，霍氏集团已经宣告破产，所有资产都被法院拍卖抵债了。太好了。苏叔叔做得很好，放松一点，试着松开一只手。好。爸，慢点，不着急。放心吧，爸一定可以的。苏叔叔，现在试着松开另一只手，扶着助步器走2步。我能走了，我真的能走了。婉婉，你看，爸能走了。哭什么哭？我还没死呢。你们2个这么大的人了，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苏叔叔，您太厉害了，恢复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再训练一段时间，您就能不用助步器自己走路了。好，我一定好好训练。等婉婉结婚的时候，我要亲自牵着她的手，把她交给陆成交。终于能回家了，在医院待了这么久，都快憋死我了。爸，回家以后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爸，我已经把家里1楼的房间收拾好了，改成了无障碍房，方便您活动。还买了您喜欢的摇椅和鸟笼，以后您可以在院子上晒太阳、喂鸟。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婉婉，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当年要不是我固执，搅黄了你的婚事，你也不会受这么多苦。爸，您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有怪过您。如果不是当年的那些事儿，我也不会遇到程渊，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爸，您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婉婉，不会让她再受一点委屈。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能看到婉婉嫁给你这么好的人，我就是死也瞑目了。爸，您胡说什么呢？您还要长命百岁，看着我们的孩子出生，帮我们带孩子呢。好，爸不说了，爸还要等着抱外孙呢。这地方真不错，比青山村的老房子好多了。爸，你要是喜欢，以后我们就常住在这里。要是想回青山村了，我们也可以随时回去。是啊，爸，等您身体再好一点，我们就回青山村住一段时间，看看老邻居，看看我们的老房子。婉婉，你等着，我要给你一个最特别的婚礼，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婚礼。还记得这里吗？当初我浑身是血撞开这扇门，是你给了我第2条命。怎么会忘？那天雨下得很大，你倒在门槛上，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流浪汉。
这戒指，当初我仓促许诺，没有鲜花与仪式。今日在我们初识的门前，我重新向你求婚。苏婉，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荣华都是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一辈子的妻子吗？我愿意。这辈子能遇见你，我心甘情愿。苏小姐您好，我是双桥县看守所的指定律师，受苏浩先生委托前来转交一封他的亲笔信。大姑，我是苏浩。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知错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爷爷。我知道我错了，错得离谱。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求你好好照顾爷爷，好好过日子，不孝侄儿。苏浩。他现在知道错了，早干什么去了？这些罪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没有打算原谅他，但也不想再被过往困住。麻烦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他申请认罪协商，争取合理减刑。这不是偏袒，只是我想彻底放下这段纠葛，好好过往后的日子。明白，我会按照流程办理。老大哥，婉婉这婚事办得热闹，我们全村人都替他高兴。多亏了大家帮忙，也多亏了程渊这孩子。婉婉，爹看着你走到今天，终于安心了。爸，以后我们都会好好的。程渊，我把女儿交给你，往后一定要好好待她。爸，请您放心，我用一生守护她。